我用冷漠伪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 Hello Test 1 2。 听到自己声音觉得怎么样？好，哈兹卡西。哈兹卡西什么意思？害羞哦。哎呀，好，我们很难得请到，好，直接开始啊。嗨，大家好，我是米尔。嗨，我是乔。好，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我们的共同朋友，然后我还没讲完，你等一下再尖叫哦。然后他是一个手表创业家，他拥有商业背景跟艺术背景，有商业头脑的艺术人，所以他叫做宇哥。欢迎宇哥，耶！宇哥，耶！好，那我们先请宇哥先介绍一下自己，跟今天想要特别聊他的手表品牌，稍微讲一下。好，大家好，我是谢大宇，然后我是一名产品设计师。为什么干嘛心虚？对啊，是产品设计师就是产品设计师。很久没有介绍自己跟介绍品牌了哦。然后，我不太觉得我的品牌现在算是完全的手表品牌啦。但是我们最有名的产品是手表，然后大部分是以配件为主。哦，你说你不觉得你是手表品牌，原因是什么？因为据我所知是现在都是手表吧？比较多，应该说我之前的上一个创业就是以手表产品为主，所以衔接到现在的这个品牌，我的品牌叫做 Universe， 其实就是我自己的英文名字的一个延伸啦，所以它比较定位在设计师品牌。那设计师品牌，我当初对这品牌的期许就是，我做的任何的东西其实都可以算是这个品牌包含的内容。对，所以它可能可以接服务，它可能可以做产品，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东西，甚至它未来可以做媒体等等。那稍微介绍一下，如果不是以某一个产品作为基底的话，那这个品牌主要的可以介绍它的理念是什么？怎么样的人会想要买你这个品牌的东西？哇，很难，我没有写在访纲。其实我对这个品牌，因为我当初定位它就是一个设计师品牌，所以它就是以我为核心。那它的内容啊，它不是商业品牌，它是属于我自己对商业品牌跟设计师品牌的定位不太一样。商业品牌，我以前上一个品牌比较偏商业，它是针对消费者或针对大众做出符合大众喜欢的东西。那设计师品牌的话，我觉得它比较介于中间。就是它比较介于设计师他想要传达，它其实更接近艺术家一点。对，你想要做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想要表达的理念是什么，然后它就是代表你这个人。对，所以，但是他就算定位自己是设计师品牌，还是取得了商业的成功，某程度的成功。当初一开始其实只是想要输出自己的创作，其实比较不像创业。对，我比较定位在它就是一个创作的品牌。然后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觉得创作者都会有这个状态，就是当你做到一个程度，然后慢慢被市场看见，被某一部分的人关注或支持的时候，就会面临需不需要商业化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其实市面上有一些很有趣的企划，尤其是联名，就是联名在这几年就很夯嘛，各式各样的精品，各式各样的品牌，甚至各式各样的人都会去做联名。对，那我觉得联名是一个很好的跨界，就是它是可以用设计师的思维去思考一个不同的内容，然后去做一个融合，然后输出一个创作。但这种内容它可能某种程度就会比较偏向商业层面了。对，那所以你现在定义自己还是设计师品牌？对，我还是第一个称呼自己都还是说自己是设计师品牌。好，我们因为宇哥有最近有个作品，就是跟游戏王联名，然后他募资的成绩非常的不错。没错，就是破1000万的成绩，近2000万，对吧？1800，近2000万，对，差不多。所以在这个称呼自己是设计师品牌，在商业上却取得了蛮巨大的一个成绩的这个品牌，这个我们稍后可以再深谈这个案例。但是在这之前，想要先聊聊宇哥你自己，就是你一开始就是做创业起家的吗？还是你原本其实是一个上班族？
我其实创业的经历我觉得算丰富。我总共创了4次业。4次啊，这我真的不知道。对对，创了4次业。然后最开始我其实一路都是设计背景，我从我高中就念设计，对，然后一路念到大学，然后念到研究所，然后毕业了以后就进了一间设计事务所。然后进了设计公司以后，做了大概2年，发现说，自己其实对设计服务并没有那么大的热忱，就是学设计，然后做设计做了那么久以后，然后进到职场，发现原来做设计很好玩，没错，但是我不喜欢做服务。服务你不想要服务别人？服务的意思也是工业设计吗？还是不一定局限在工业？那个时候公司是工业设计，没错，对，但是大部分其实就还是接设计服务案对，那偏产品、偏平面或者是偏品牌都有，对对对。然后做了一阵子以后，就觉得想要转换方向，然后那时候我就接触到群众募资，就 crowdfunding，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它给创作者一个很好的舞台，对对对，然后它的风险蛮低的，对，所以你就可以去尝试看看，把自己想法丢出去，对，然后那时候做了2年以后，就觉得说，这个领域很好玩，我就跑去那时候最大的那个集资平台去当 PM，实习生 PM，对，所以我那时候不是做设计，我那时候做 PM。那时候最大的集资平台是哪一个？这是可以说吗？是可以说的吗？可以 Flying V，对，然后那时候在 Flying V 里面就做设计 PM 这样，然后做了一阵子以后 ，Flying V 那时候就发生了一些事情，所以他现在还在吗？关于太阳花学运的事情，对对对，那时候有募资啊什么的，对，然后反正中间就不赘述，然后后来我就跟其中的一批当时工作的伙伴一起出来，算是参与创业，做了第一间群众集资的顾问公司，对，叫贝壳放大，对，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算是沾到创业的边吧，然后只是觉得说，这群人很酷很有趣，然后我可以发挥我自己设计的能力，对，就去做了，然后做了2年以后，我就其实那时候整个成绩募资啊，或是整个顾问环境都蛮好的，对，就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刚好是那个刚好要崛起的时候，浪潮上，对，那时候就是千万级案子啊，就越来越多。那时候可能大品牌还不会进入这个市场的时候，对，然后那时候做了也是2-3年吧，我就开始那时候就开始接触到很多创作者。然后也又重新燃起我内心想要创作的欲望，对。然后那时候就在公司内部做了一个，就是Universe 的前身叫做 Zoo Watch 的一个专案，对。然后就自己透过自己的公司去募资，对。然后募资的也算蛮成功的，对。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想要出来自己来做做看品牌，所以你然后才开始创业。所以你刚刚讲第一次创业是在贝壳放大，对。然后现在你要讲你的第二次。第2次创业就是那个上一个品牌叫 Zoo Watch，对对对，它就是一个商业品牌了。然后我中间还有一次创业是跟 Zoo Watch 是同个时期，是我有开过一间咖啡厅。真的，真的，我都完全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不知道宇哥的很多事情。对，那时候我开过一间咖啡厅叫做转咖啡，然后那个时候是刚好有一个空间在圆山，是我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他那时候就租着一个空间，然后后来那个空间有释出，他就觉得说，你好像做一些很酷的东西，这个空间给你用，然后那1年的那个租金就免了，这样子。这么好，零成本，看你想做什么这样子。对，所以我那时候觉得哇，这个空间很有趣了，那我就把我一些朋友召集来，有做咖啡的，有做甜点的，有做那种工作坊的，或是一些品牌展售，就做成一个复合式空间的咖啡厅。然后我们那时候我们叫转咖啡，然后我们的那个招牌商品叫扭蛋咖啡，就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扭蛋机，然后里面有7到10种创意饮品，然后那些创意饮品就是你扭到什么你就喝什么，然后不好喝怎么办？我们那个咖啡厅应该是都好喝吧？都好喝，但是我们的咖啡厅主打的是一个惊奇感啊，对，所以你今天会喝到什么？不知道，就是你想要来点新鲜的，想要去点你平常不会点的，那你就可以尝试一下扭蛋咖啡。不会有人点了之后说老板这杯太甜？
帮我调。我举2个例子好了，里面有一杯叫做手酸。手很酸哦，对，就是手酸。然后它其实就是西西里咖啡，但是它送上来的时候，它是给你半颗柠檬，跟一个榨汁机，跟一个冰美式这样。那其实就是你要自己榨，手会很酸，然后再看你的量去加进去。好累，它也是一个酸的咖啡。对。然后或者是另外一杯叫实验者，它其实就是拿铁，只是我们把拿铁拆成咖啡豆、咖啡粉。然后浓缩咖啡跟那个牛奶，然后还有糖浆，分成一根根的试管，然后跟一个试杯，你就看你自己加、自己调，然后调出你想要的比例的拿铁，这样蛮有趣的，真的蛮实验者的精神。对，走这种创意路线。那时候还上了一些媒体，现在应该还找得到。真的哦，对，但后来因为我们房东过世，对，然后再加上续约有点困难，后来就是公司就解散了。那算是我第一间清算完的公司。对，算是一个小外传。这我真的不知道，完全没有听你说过。对啊，你都没有分享这件事。好，所以刚刚经历了募资第一个创业，第二创业是 Zoom Watch，然后再来就是转咖啡。那 Zoom Watch 后来就改成现在 Universe。对，改装的期间其实是因为疫情，对，那时候 Zoom Watch 发展了4年吧，然后在成品大概有3-4个柜位，对，然后那些柜位就是在疫情期间，就是那时候公司我觉得是人大概到15到20个人啦，对，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对于商业品牌我已经慢慢就是失去了创作的热情，因为我90%的时间都不是在处理关于创作的事，对，几乎都在处理人事，然后税务、行销，然后等等管理等等偏营运的状态。对，我就觉得我好像已经失去我的初衷了，然后但是商业品牌就是这样啊，你要追求更高的营业额、更高的影响力，然后更多的那个销售额等等的，对，然后。经过疫情那时候，因为可能我们都是在百货柜位吧，疫情就非常惨。对，相信应该没有人幸免。对，那时候大家就是柜位都就是门市人员都不知道在干嘛，谁的气比较长，可以烧那个钱。你们那时候 Zoom Watch 没有线上平台吗？其实老实讲，以前我没有那么注重线上平台所以那时候就是被疫情直接打趴。我们只有做一些的社群，但是也没有在做线上的官网什么，就是完完全全以实体为主。对。然后疫情打趴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那时候我有中国代理商，然后我们所有的产品基本上都是除了机芯跟 QC 以外，都是中国那边制造的。那疫情的时候，在中国那边影响非常非常大，所以变成说工厂那边停摆，没有产品，然后那个代理商那边也停摆，所以就是中国这边也没有进货，对，没有进货，没有产品，然后。当然就没有营收，然后就变成又要付柜位的钱，然后那柜位就是你也不是说走就走，那个约都很硬，而且成品的租金有够贵的。我相信，而且它抽成也很高，对，所以那时候就是压力很大，然后变成说每个月都亏30-40万吧，连续亏了1年以上。你有破产或负债吗？当时有，那时候完全就是靠着疫情的贷款嘛。疫情的给中小企业的贷款，然后就是撑过那段期间，然后所有的柜位就是 OK 合约到关掉，然后员工资遣费，员工关掉资遣费，感觉那段时间应该压力很大对，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刚进那个 KC 的时间吗？这是可以讲吗？哎呀，到时候逼掉就好了。所以你是因为这样才进去公司上班的吗？没有，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我也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而且因为实体销售，我当然那时候想说线上是不是能够拼，但是线上也有在执行，但是真的抵不过实体的那个亏损率。那所以您当时是负债的状态去投入职场？对，完全就是。好，那你继续讲。我猜，所以你在职场这段期间东山再起，把负债还完。
我那时候其实会投入职场有2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我其实自己已经没有生活费了，我那时候没有发我自己薪水，然后我所有的钱，那些贷款的钱，就是拿来把店关掉，然后还有人员就是资遣掉，哇，对，就是放在那边。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其实蛮彷徨的，就是不太知道自己还能干嘛，就是我总要养活我自己啊，对，然后看到账面这样一直减也不是办法。然后你那时候是有说你想要去大陆啊？那个时候，对，其实，那是在疫情前那时候本来因为我们在中国代理商发展的非常好真的对，那时候代理合作了2年吧，那时候每年的营收大概是已经占我整年度的营收60%了。大陆的占比这么高，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台湾的门市是不是要乖一点，是不是有点吃力不讨好？对，然后那时候就跟大陆的代理商说 OK， 那我就完完全全以大陆市场，然后准备就是要过去，机票都买好了，然后那时候也跟家里的人都讲好了，然后我妈还很难过，还我失去我儿子，多多陪他的，因为我是过年后就要飞出发，对，机票也准备好，那边的那个事情也都差不多设定好了，对，那时候疫情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慢慢爆发，对，然后国代理商就说这边情况不太对，你先不要来。其实也算蛮好的，你还没有过去。如果真的过去的话，我就会卡在那边。对啊，如果当时没有疫情，宇哥现在就会在大陆，然后吃香喝辣，然后娶大陆老婆，然后生个2个小娃。确定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我就想象我在那边乞讨啊，在路边，那也是一个新的体验啊。哇，太神奇！他如果去大陆，其实我们就不会认识。我觉得不会啊，对，我们就不会认识。好，那总而言之，最终遇到疫情嘛，所以你还是得站起来。所以你最终是怎么改变，把你的 Zoom Watch 变成 Universe？ 这个想法是怎么过去的？然后你怎么度过这个难题的？我那时候看了一本书，对我来说影响蛮大的，叫做《艺人公司》就是我相信大家应该。可能有在创业或者有在创作的人，可能有看过这本书。那他其实讲的就是你不要追求多，你要追求好。然后看完以后，我就觉得回想这2-3年的商业品牌的路程，我就觉得自己好像真的不是这块料。就是你说你觉得你不是走商业这块料？对，就是我很多决策或者是很多的想法上，我觉得我没有商人的那个敏锐感。对，我还是。比较偏设计师，我比较偏产品面一点。设计师思维，就是我想做好产品，想做有趣创新的产品，但是不一定是市场喜欢。现在大家热门就是好卖的产品，对。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我的优势，盘点一下自己的优势，好像在资本上，在各种资源上，我觉得都不算特别优秀。我会觉得自己的优势其实就是创作能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不应该把所有的资本花在人事、租金，然后好卖的产品生产或者是行销上面。我应该把我最多的资本花在做出我觉得真正好的设计产品。对。那时候就觉得说，好，那我就朝这个方向去做，然后。既然没有定位在一个手表品牌或者是一个商业品牌的话，我就想那干脆就做设计师品牌吧。那未来的路就是看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有点任性的设计师。我也不太确定会走到哪里。但创业是不是就是这样？其实你对于接下来的路是不确定性的，但是你就是重新调整脚步跟定位，然后继续选择你相信的路。我觉得以前的想法真的是以创业的思维去想，那现在呢？现在的想法就完完全全以创作的思维去想，就是我想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我做的这个东西，大家会不会喜欢？大家会不会喜欢？不是商业的思考嘛，就是市场会不会接受这样？但是他的喜不喜欢很多层面是他要看你的依据。就是如果你是在走创作路线的话，你的依据可能不会是买不买，就是市场的材质好不好之类的，市场的动向或者大家什么，而是说你有没有一个故事，你有没有一个想法，然后你这个故事想法的理念，大家听到了以后会有什么感觉？比较像是这种创作理念的东西。对，因为我觉得我卖的东西不是那种
很硬的民生用品，或是它不是它不是刚需，对手表或者是墨镜或者是各种配件，它都不是一种可以解决什么巨大问题，它是一种态度，对，它是一种可能品牌对啊，我是买一个态度，买一个风格，对我买一个，甚至是买你的故事，买一个故事，或买你的创意，对啊，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做做看，然后慢慢的调整这样。那这样的话，你最终到底是怎么还完那个负债？我太好奇，因为你的设计师品牌又不是走商业赚钱为你的最终的思维模式，你是以你想要做什么故事品牌让人感动的那种使命去做，但是你背后还是现实面，我还是得还债啊。对，所以我那时候做了2件事情，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节流啊，先节流，就是所有的那个店啊。门市收掉，就整个都把它先降到最低的营运成本，基本上降到最低就是只有自己公司的基本营运，包含自己的生活费，就这样，然后第二个部分就是用你仅存的一些剩余的一些资本嘛，然后去尝试做一些合作的小专案，那些专案的风险不是大的，有点像是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我的前东家，那时候他们开发了一个那个一个电影的快闪店，然后还有一个展览的快闪店，对，然后他们就说，他们里面需要一些配件的联名商品，然后那时候其实我没有做过联名，但我就想说，那我可以做产品，然后但是我不量产。我先做非常非常少量，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那能不能做预购？对对对，那就不压量，你就不用先投入成本，然后把所有的资金做在行销，而不是做在比如说产品照啊，然后整个产品本身的概念啊、理念啊，然后做网站的推广这样，然后看一下市场的反应。那如果市场反应好的话，那再真正去下订单，再加量，对，比较像是走这个路线，就变成那个时候不是一定说公司一定要推季节性的商品，固定去推商品，而是说有好的题材、好的内容我在做，一个一个试。对，所以现在包括这几年，就是每年的专案都非常不一样，有多有少，有大有小。所以你还是秉持着这个逻辑在做你现在的产品规划，对，以专案形式去做，对，以专案形式去做，然后有就把它好好做好，但是如果没有的话，那也没关系，就是那就空着，不要让它硬要去做个什么东西在市场上卖。一切以大家的反应为主，其实也算是集资平台的核心概念啊，先试水温。对，先试水温，就是最小可行性产品嘛，对，那种路线。所以就是在这样一个一个小专案之后，你的负债就慢慢的还清。对，其实就是这样，赚了一小点，然后就，其实这中间专案那时候就有一种非常大的想法是，其实你把好的东西做好，然后精准的销售，它其实就会是很好的收入。那你的精准销，是你已经很了解你的 TA 了。比如说像我说的我那个前东家那个企划，就是他们喜欢那个 IP， 喜欢那个产品的，喜欢那个内容的人，就是聚集在那。所以你的量跟产品就是放在那边就最精准了。大家就是喜欢那个内容才会去过去。其实以行销的角度也是切合的，就是他不求量很大，他只求很精准的受众，然后他就是单独卖给这些人就好了。但他可能可以售价高一点，但是他们一定会喜欢，类似这种概念。我现在去谈一些合作，我最常做的一件事，比如说我想要谈一个新的 IP 好了。然后随便举，比如说像哥吉拉好了，那我就会先在 FB 的社团打哥吉拉，我看哥吉拉有没有那种聚集社团。然后如果他这个聚集社团有，比如说超过3万人、4万人，那我就代表说 OK， 这有市场，有一个聚集的人在那，那个人就是喜欢这个内容的人。对，那你到时候去行销什么，就是非常非常精准，你的成本就会超级低，甚至你也不用什么行销，你做出来内容以后，大家就会自己口耳相传。对啊。
算是，所以难怪你这么多联名，这算是你一直复制成功的经验，一直复制，对，越做越大，对，然后最终做到近2000万，近2000万集资的，其实蛮意外的啦。那这个模式代表这个模式是对的啊，从小的累积到最后大的。对对对对对，但是它有一种也算是你越读越大啊，但是你知道你这个模式好像可行，然后你就会试着在下一个企划里面把它做得更完整。对，包含比如说形象，我们还跑到 IG 去拍啊，什么你敢投入更多，然后在一个单一精准的 TA 里面，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效应。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商业品牌不会花那么多的心力在一个产品上，因为产品开发真的超烧钱的。所以这就是设计师品牌跟商业品牌的差别。对，但我有点好奇，你那个整个心路历程听起来是蛮漫长，然后又需要有一点我不知道心理素质的去应对嘛，跟自己对话。对，我觉得心脏要很强那你这一部分是怎么样去训练自己的？训练哦，是训练吗？就是你觉得怎么样的特质让你撑过这些，或是想要做相同事情的人，或是想要就是实现自己某程度梦想的人，那你觉得他哪些心理素质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要蛮期待的。期待就是你要蛮期待你的产品做出来就是我那时候有一个心态，就是我整个创业过程里面，我最开心的那个 moment， 不是比如说什么圣诞节营业额破多少钱，也不是什么就是大家员工一起聚餐啊，什么都不是。你确定要把这讲？我每次尾牙我都说你们要吃饭，还是你们要多加0.5个月？哇，我要选钱，谢谢。对，所以后来就变成说，那我就是我就最开心的 moment 就是每次收到样品。打开样品成型的时候，对，样品打开的那个瞬间，那个是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候，就是你从你的想法到真正东西做出来的那个 moment，所以我觉得那个创作的那个动力还是我最原始的一个动机。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我的产品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人，而是先满足我自己，然后试着又在这个中间试着再介绍给大家。那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你对于这件事情必须要一定程度的热忱，就是你有一个热忱在，一直是没办法被熄灭扑灭的，所以你才有办法在这个逆境中继续坚持下去。热忱，对，可以这么说是热忱啊。你或者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你喜欢这件事情。对，当然这中间的过程一定也有很多你不喜欢，然后有一些风险，或者是有一些很累的部分，但是它一定有一个部分是无可取代的。那你当时遭遇上叠交这件事情，你不会很害怕吗？你怎么又有勇气再重新开启一个专案？你难道就不会想说，那就算了，我换另外一个人生体验，这件事就到此结束？慢慢认赔退出，对，慢慢还债，认赔退出，是什么东西让你愿意？好，我再试一次。我即便已经负债，我已经被疫情打成这样了。我觉得是不甘心一股不甘心，就是我不止这样。对，有这种想法，然后还有一种想法就是你觉得，你也没退路。你是说你再不拼就是没有？就是你再思考一下这些债务，你按照你慢慢工作的那些收入，其实也很慢才能达到还完的程度，他也没有退路。你一定要 do something， 让你的商业价值商业的那个赚钱再赚多一点，你才有办法去负担。所以其实这部分也是成为一部分的动力。对，就是一部分是觉得不甘心的，第二部分是你觉得要还钱。对，我欠债要还钱，感觉是红萝卜是那个未来的业绩，但是后面有一个棍子是你要还债，去往前跑，你是女子，对，都要就是理想层面跟现实层面都有。好，那好，你有这些特质，所以在那个时期你起来了。那你可以给就是一些也想要
跳脱就是他现在的生活，他也想要做点什么，无论是创业或是创造他自己的作品，你觉得他需要拥有怎么样的想法或是特质让他去达成这些事情？想法跟特质哦，哎呀，我是个行动主义者，所以我觉得不用想这些做，就是你要边做边想，然后但是做很重要，就是你企划啊，或者是你想再多，你再做的再完整，你都没有办法确定你做了以后会达到你的效果。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先用最小最小的力气，跟最小最小的成本，去让你可以持续的去执行，然后在执行的过程里面慢慢去优化。对对，我觉得只有这样的方式才会慢慢的让你导向一条路，然后那个路径你走了，因为你在用最小的动力去走最长的路的这个过程里面，你走久了以后，你会有很多心得，然后它也会慢慢形成一种脉络，然后你看到这个脉络以后，你会知道哪些路走出去，你会有更有信心，对，然后你会知道说，你上一次你这样做，然后这个方式是可行的，那你能不能把这个模式套用在下一个企划，然后它可能在边边角角在不同的优化一下，然后它投入更多资源，它可能就会带来更多的效益。对对对。所以最重要的要去做，然后宇哥刚刚讲到要持续。要持续，还有持续去迭代，就是加入你新的一些挫折、试错，然后再去优化。所以就是执行，然后持续试错、优化，大概是这。你是行走的那个教科书就是以产品的概念来说，完全就是产品书里面会讲到的东西。因为我不相信成功可以复制，但是专案的经验可以复制，专案的经验，老实讲，我觉得每个人也不能复制。因为每个人执行的方式都不同，所以你一定要找出一个你自己的路。对，所以我有一阵子那个时候很失败的时候，我超爱去听人家 podcast， 然后讲什么一些历程，什么失败翻身的故事，听起来就很激励。对，就是但是你真的有一天，你就是没有任何声音，你在问自己内心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超级空的。就是那些东西会给你一个意象，或给你一个想象，但是它跟你真的是毫无关系，还是要找到符合自己的。对，你也不一定能做，你也没有你也没有同样的资源或者是时间，或者是那个时代，对，都是很不一样。所以我觉得每个人一定还是要找自己的，从自己的步伐中找到一个方向。所以别人的故事是别人的故事，别人的做法是别人做法，但是我会有我自己的做法，我自己的故事，对，我自己的成功与失败，这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确实，因为时空背景完全不一样，而且现在变动太快速了，你再怎么复制还是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独立思考的人也是蛮重要的。不要被，但这种人我觉得最难的就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啊。你看你同学，然后他怎么样，然后他进了哪一间公司，现在年薪怎么样，等等的，就是难免啦。但我觉得就是要免除那些，要尽量维持自己的根就是其实还是回到初心吧。你喜欢什么，然后你持续的去做，然后你会找到适合自己的脚步跟适合自己的品牌定位。我觉得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喜欢这件事情，其实大部分人不太确定。你说不确定我自己喜不喜欢？对，我发现很多人有这个疑问，就是他没有办法很确定说我喜欢这件事情。就是每个人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做做看，然后你做以后在中间也许你会发现像我那时候我很喜欢设计，但我后来发现我不喜欢设计服务。就是你要做下去以后，你才发现它中间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感受，也许你会多体验一点。我觉得要有耐心我觉得耐心很重要。尤其现在人越来越对，尤其我超没耐心。但我觉得确实是持续去输出，因为你单纯喜欢跟你真的去输出可能是两回事情。就你喜欢戴手表跟你喜欢做手表是两回事。对，就是你喜欢的那个 moment， 我觉得也不可能每个人也不一样。对啊，所以那你怎么定义你自己的喜欢？你怎么确定我喜欢？一个人要怎么确定自己喜欢？
以一个创作者的立场的话，其实就是当你做出来后，你看到实体，你觉得这个东西很棒，你很喜欢，那它是一个很直觉的感受。但我觉得它那个层面会越来越多，像有些人他是推到市场以后，发现大家很买单，很喜欢，也或者是我举例来说，你们录这个 podcast，然后可能有人给你们回馈，那可能录的过程你们很痛苦，筹备的过程很痛苦，但是看到那个回馈说，他听到这一集还很有帮助，也许你在那个 moment 你才觉得好有成就感，好喜欢这样。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那个喜欢的那个 moment 不太一样，动力不太一样，它会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很细节啊。就是这一条路这么长，你喜欢的可能是在头，你喜欢头，你也可能喜欢尾，你也可能喜欢中间。对。但我要先澄清一下，我们录的过程很快乐，我喜欢录音的过程。但你刚刚笑很大声，对，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因为我是不喜欢要集结一些东西产出很多时间，我觉得没有人就像做手表一定也是有就是喜欢跟不喜欢，有长板跟短板，就是自己的技能上，所以还是你其实全部都很喜欢，应该不可能吧？不喜欢就发包，可以的话，你有时候工厂给你的那个回馈，或者是真的做出来后，那个打开样品，有时候你会很失望的。你是说，那你会失望之后要怎么办？调整啊，想办法调整。你每一个产品都是调到你喜欢吗？尽可能啦，但是很难，真的很难，因为有一些现实压力时间压力、现实面的考量，对之类的。如果追求完美的主义去开发产品，会非常非常辛苦。好，我们今天很谢谢宇哥呢带来这么多创业的故事，一路走来他有很多跌宕起伏，当然也有很多心路历程，无论是成功的或失败的，我们都可以从中获取很多收获。对啊，其实不管是创业的人，或者是像我们是自媒体要创作，其实真的都很受用，不管是要长期输出啊，然后想办法找到最适合的方式，都非常受用。对，那如果你无论是跟宇哥一样，或是跟我们一样，想要做出一些自己的作品的话，刚刚承袭宇哥所讲的，就是你要就先去做，然后并且要持续，没错，然后试错以及优化。那希望这集能带给你们一些什么？那就到这里咯。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下次见。